俄军特六2坦克加装老式的主动红外夜视仪，是不得已而为之，因为大规模的夜战要开始了。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付天少。在俄乌冲突爆发1周年之际，西方的主战坦克也将陆续进入乌克兰。首批由波兰提供的豹2坦克，距离上战场已为时不远了。在这种情况下，俄军将如何应对西方主战坦克的挑战，成为了许多网友关注的重点。一些人会说，西方坦克的性能虽然不错，但俄罗斯在坦克数量上占有一定优势，而且呢，还拥有大量的反坦克导弹和武装直升机做支撑，甚至还会出动战场机器人与西方坦克对阵。战局如何发展还难以预料。但要注意一点，西方主战坦克对俄军的主要威胁不仅仅是坦克本身的火力、防护力和机动力，而是西方坦克带给乌军夜战能力的巨大提升。所以，俄军有可能会在接下来的几个月内面临夜战不利的局面。现在的俄乌冲突是一场消耗战，从战术和技术层面讲，双方并不存在明显的差距，往往都是白天打仗，晚上睡觉。偶尔也能看到网上出现的一些短视频，乌军小分队用西方提供的夜视仪展开小规模的军事行动，对俄军造成杀伤。这就是一种非对称的作战手段。乌克兰军队一旦在某个方向发动战役级别的坦克夜间攻势，那么夜战能力严重不足的俄军就有可能出现单方面被动挨打的情况。当然，这一点俄罗斯军队也已经想到了。所以，最近在乌克兰战场上就出现了一个奇葩的场景。据美国战区专栏报道，俄罗斯军队开始为特六2和特72坦克配备主动红外夜视设备。要注意，这些是主动红外探测装置，而不是现代主战坦克普遍使用的被动红外探测仪。俄罗斯的这种已经有40多年历史的主动红外探测设备，虽然可用于夜间探测目标，但也存在着明显的缺点。它就相当于让自己的主战坦克打着手电筒去找敌人，虽然有可能发现对方的坦克和装甲车辆，但是也等于先暴露了自己的行踪，从而有可能成为敌方坦克的靶子。有人会问，俄罗斯军队为何不给战场上的坦克配装被动红外探测设备呢？主要原因就是因为俄罗斯没有这个工业生产能力。俄军的主战坦克上过去一直使用的是从法国采购的热成像装备，在受到西方制裁后已经断绝了来源。目前全世界能够生产先进红外成像装备的国家非常少，只有中国、法国、美国等具备此种能力。俄罗斯在2014年被西方制裁后，仍然坚持使用法国的热成像仪，这从一个侧面证明了俄罗斯军工企业只信任西方的产品和零部件。其实中国的热成像技术早已超过了法国。现在中国民用级别的无人机上都配备有热成像的元器件，甚至能够为目标勾画出轮廓，关键是价格还非常便宜。那么有关这件事的第二个原因呢，我们在前面也说过，俄罗斯军队配备有现代热成像仪的主战坦克损失比较大，自去年春天以来就不得不将老式的特六2坦克部署到乌克兰，并于当年10月宣布准备将800辆特六2进行现代化改装，但是要为这些坦克配备先进的热成像仪，还真的做不到。最终为特六2坦克配备的热瞄准器的技术源于上世纪80年代，也就是40多年前的主动红外探测装置。网络上公开的照片显示，特六2B也装备有这种老古董。现代装甲作战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谁能先开炮，因此有一双好的眼睛往往能够起到决定性的作用。俄罗斯不是不知道使用性能落后的主动红外探测设备容易暴露自己，但为了应对乌军坦克、装甲车辆的夜间进攻，又不得不使用这些过时的夜视设备，这在技术上就处于劣势了。当然，乌军在夜间作战中能否拥有完善的可感知主动红外照射源的能力，能否及时发现俄军的小型战场机器人，也是影响作战结果的重要因素。如果西方的坦克已经取消了可接受主动红外信息的装置，那么俄军的技术劣势也就不算是什么大问题了。这是我们接下来需要仔细观察的关键问题。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朝鲜战场上之所以能够以一定的优势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打成对峙状态，主要的一点是我军的夜战能力非常强。现在俄军与乌军的白天作战能力比较接近，接下来就要看双方的夜战能力谁更强了。如果在这个方面乌军超过了俄军，
那么这个结果恐怕会对未来的战局产生较大的影响。好，今天评述就到这里，谢谢大家收看，我们下期再见。